美国的关税5个月了，到底中国现在有什么样的冲击呢？还是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向？今天带您快来看。大家好，我是志玉。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一定会帮你开一扇窗，也就是呢，生命会找到出路。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关税战打到现在5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美国把中国关了一扇门，中国自己开了个窗，那个窗还落地窗，这个窗还蛮大的，比门还大，有没有可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带您来看数字了。过去这5个月当中，中国呢被美国独家针对。它的关税比天还高，当然现在是所谓90天谈判期间暂停那个关税，但是呢，全世界谁不知道啊？美国就是针对中国啊。好，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就来好好看一看中国在这5个月当中交出了什么样的出口成绩单。这个出口成绩单倍儿棒啊！不得了了呀，这是史上最棒啊！这5个月当中中国的出口数字1.2兆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字。好，那当然呢，从美国出口到美国的数字当然是掉下来了，大约呢是降低了15%左右。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不卖美国，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呀。所以呢，看到了这个中国往外卖。非洲创下了这个最高的一个记录，还有一个国家你都想不到，印度。印度不是跟中国有仇吗？结果没有想到，在过去的这一段这个川普无差别攻击之后管你是盟友，管你是敌人，无差别攻击，这个印度也蛮倒霉。所以呢，后来这个印度呢，好像又慢慢的倾向了中国。现在2国抱团取暖吗？还是互相安慰呢？反正无论如何，中国呢，在过去这5个月当中，出口到印度的一些这个出口的商品呢，来到了史上最高的一个数字。所以你看到了，中国其实没了美国这个市场呢，降低了它的一个出口量之后，开始往外发展。它有东南亚国家，有非洲然后有印度这些国家都创下了一些新的数字。所以呢，总体来讲，中国的出口呢，根本就没有降，甚至还更多。所以你就说了，哇哦，这个叫做关了一扇门，那个落地窗很大呀。于是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呢，这个5个月以来，我们来看中国到底是利用哪一些的底气撑住了目前为止这么亮眼的出口数字哦。好，首先呢就要带您看我们刚刚举例的，它不是靠单一的一个出口国，它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到非洲去，到印度去，到东南亚去，到欧洲去，很多选择。所以呢，让整个出口的一个这个版图呢，依旧雄霸一方。好，那除此之外呢，你也看到了，那你说 OK， 那我没有这个美国市场，那这个美国呢，感觉是拿起这个散弹枪扫射你，那你要怎么样挡住？我挡箭牌是什么，对吧？好，我们就来看中国的挡箭牌底气是什么。它的底气呢，就是它手中有很多。美国，你要欺负我，我也可以拿这样的武器攻击你的，我可以反击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原物料，手中的稀土。稀土这样的一个这个原物料呢，就是目前为止你看到中国握在手中最重要的一个底气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好，你说，哎呀，我要这个多元的出口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可以跟你硬碰硬的一个底气，然后呢，还有就是中国现在要稳住自己内部的一些经济状况了。目前你看到中国其实它在陷入通缩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北京当局呢，它祭出了非常多的政策，希望可以撑住国内的经济，让他们可以稳下来。你最近去看非常多这个中国他们出台的政策当中，你都会看到这个字，叫做稳。稳定的稳。好，那稳下来呢就很重要了。稳下来做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在中国内部已经出现一个声音了，应该这样说，关税战从4月份打到现在。一直打，一直谈，然后谈了不妥，然后我们再重谈，然后呢，这个暂停了之后呢，又暂停一次，各种的。所以其实现在你要讲到关税，很多人已经非常麻木了。好，那于是乎呢，在一开始哇被针对很紧张，天哪，我要被课100%的关税哦，还正继续往上加，好可怕哦。但是久了之后，你麻木了之后，你就开始冷静想了，这个关税到底影响我了什么？然后1个月过去了，2个月过去，3个月过去，4个月过去了，5个月过去了。我刚刚告诉大家的数字，相信整个中国人民都会看到，北京当局会看到，看完了之后就冷静，再冷静想，好像看起来很严重，
但实际数据很漂亮啊，所以呢，他就会重新思考说，那我们到底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一个这个挑战之下，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内部已经有一些声音，他们是这样讲的哦，是这样看的哦。就像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大家会叫他川建国，他打了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大家觉得反倒是倒逼中国要快一点，自立自强，自己站起来。这一次也是的哦，川建国2.0升级版，这个1.0呢，只是要你好好告诉中国说，哎，你什么东西要自给自足啊，你自己要想办法啊。但2.0呢，它开始倒逼中国，要开始让科技也要可以自立自强，科技也要自己发展，很多的一些技术方面呢，也不能够纯靠别人，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技术底蕴。未来才走得长长久久。好，那当然呢，这就是要回过头来告诉大家，稳这个字有多重要了哦。在中国内部现在的声音是这样，他们觉得稳稳的走，这些关税风暴那是一时的。什么东西才是长长久久呢？就是在这一切的风浪当中，我们留下来的技术的一个根基，这产业留下来的一些基础，这个才能够让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得长长久久。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好像美国不断出招，但你觉得中国好像不太接招哦。美国说，哎，我要克你什么什么，克你这个多少多少，你会觉得中国好像常常很冷静，很冷静。为什么？就是我刚刚告诉大家，有这么多的一些底气，或者是我有其他出口的选择，我可以不要随之起舞。所以呢，你就看到中国最近的态度，就是我冷静，我自己稳下来，我做我自己的技术发展，然后你要怎么样对我，那就是再说，我们再谈。好像有一点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阵子的一些风波，但是呢，中国已经看见自己未来要走的路，就是要走向技术自主的路，所以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好，那当然呢，你看到了，我们刚看到给大家的数字跟现在中国态度，那我们就来看到，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个地区非常紧张，亦或是说，在整个中美两大国碰撞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其他被流弹波及的欧盟哦。为什么讲欧盟？中国不是有很多的商品过去卖给美国，但是呢，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好，那算了，于是往其他地方去卖。我们刚讲了很多地方，没有特别讲的是欧盟。欧盟呢，他们在整个这个关税过程当中5个月，其实呢，它大概呢，中国对它的出口也大约增加了10%左右。这10%啊，已经让欧洲很多国家压力山大，因为呢，挤压到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制造业，挤压到他们自己的产业了。那这些这个欧盟国家现在呢，他们说天哪，他们遇到第2次的中国冲击了。你说第2次，那第1次是什么？第1次呢，其实是在2001年，那一年发生什么呢？就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了 WTO。加入 WTO 之后呢，当然商品可以卖到很多国家去。那中国的东西当然就是性价比很高 ，CP 值很高，所以呢，它卖到了美国，卖到了欧洲，哇，打趴了美国、欧洲所有的制造业。所以呢，在2001年，你去美国、去欧洲，他们讲的这个中国冲击，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到处充斥着中国的一些商品哦，那这个商品呢，就挤压到了他们当地的产业，所以他们的制造业变得非常的萧条，然后他们丧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哦。那都是因为中国的商品太便宜，然后又做得太好了。这一回状况非常类似，现在在欧洲呢又冲刺了大量的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商品呢，以前对他印象就已经是性价比很高了，结果现在他们说中国的东西便宜，居然还能再便宜，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其实中国现在面临到通缩，在内卷的状况，产能非常的大。那于是呢，在中国内部的市场，他们就已经开始价格战，很便宜之后呢，没赚头，我就开始往外卖，比较有赚头。那往外卖呢，当然在内部已经经历了一阵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这个搏斗，所以呢，卖到国外去之后，人家觉得怎么那么便宜啊？但是呢，对于中国厂商来讲，至少比在国内卖要赚的更多钱，所以你就看到了，在欧洲充斥着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就觉得哇，压力好大哦。那我们自己的制造业该如何是好？于是呢，现在在这个欧洲国家欧盟啊，他们已经收到了非常多要申请调查中国商品反倾销，还卖那么便宜，我们自己的制造业毁了，完蛋。好，那怎么办呢？欧洲不敢查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欧洲现在正面临到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这个关税冲突嘛。那结果他们说，我已经在跟一个大国
有关税的一个这个冲突了，难道在此时此刻他自己挑起，我还跟中国再来一个关税冲突吗？好像不聪明。所以呢，欧洲现在想什么办法欧洲想的办法跟当年中国在面临外资的时候一模一样的。那个年代，中国呢技术不太好。我就是人很多，我可以做，然后呢，又很希望外资来投资，所以他们用什么样的选择？外资你来我这个中国投资，然后我们技术合作，对吧？然后你把技术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合作，一起赚钱。现在欧洲就是这样，他说我不调查你那些东西很便宜反倾销，但是中国厂商，你可不可以到欧洲来设厂？然后你把技术带到欧洲来，你把技术留下来给我们欧洲人，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对不对？这个风水轮流转啊，地球是圆的，也有一天你会看到欧洲人也求着中国，我们想要你们的技术哦，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可以慢慢观察，欧洲呢现在呢它没有对中国提出这样的反倾销的一个调查，反倒是希望中国多到欧洲来投资，亦或是如果你有一天看到欧洲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调查，很可能最后谈判的过程当中，谈判的结果，他会要求中国你到我欧洲来设厂，那我就算了，我就不查你的反倾销。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好，那继续呢，我们就带您看到，那中国底气在哪里呢？刚刚提到了中国底气是稀土。但其实有更多，应该广义的来讲，比较完整的讲，是中国在原物料方面的话语权，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它可以讲话最大声。除了稀土之外稀土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讲过非常多遍，稀土呢，全世界90%的产量都掌握在中国的手中。那其实今天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稀土，还有中国呢，在印尼它掌握了这个镍矿的一个主导权，所以呢，现在这个印尼的镍矿几乎呢都是这个中国握在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叫做钨矿，你知道全世界有80%的钨矿呢，也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中。好，这个钨当中呢有一个叫 APT， 好，不是那个阿帕特，不是哈，APT 呢其实是一个钨的化合物它叫做重钨酸铵。那这个钨干嘛呢？重钨酸铵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 APT 它是要做工具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合物，比如说你要用钨做一些刀具你要它做一些工具类的你要它非常坚硬，你就要加这个 APT 进去所以呢，这个 APT 非常重要。那你知道这个中国它在今年2月份，因为要对抗美国，所以呢，它把这个钨它开始管制出口，管制出口之后，你知道这个 APT 价格涨多少吗？就这短短几个月涨了70%的数字，所以你就知道了，哇！只要是这个中国一声令下，那个钨都没有钨没有。有人形容说，比如说你要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模具，工厂里面需要有刀具切割什么的，你那个切割的刀具要非常锋利，要很坚硬，里面都要加这个 APT 加钨。如果你没有钨的话呢，你东西就很钝。怎么样都没办法，你纸都没办法割断。好，那当然完蛋。所以呢，人家会讲说钨有人形容说钨叫做制造一切的工具。你没有钨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制造的东西就会很钝，没办法锋利，没办法坚硬。所以呢，这也很重要。所以你看到，其实中国手中掌握了很多，除了稀土以外现在大家看到连钨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手中有原物料，哎呀，你就讲话非常的大声了好，那除此之外呢，中国也持续的在开发这个没有美国可以进来从中作梗的一些新领域。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9月22号的时候，中国呢率先开通了北极的航道。这个北极航道有个名字叫做中欧北极快航，中国到欧洲的北极快航有多快从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宁波舟山港9月22号出发，大约呢18天之后就可以抵达英国的港口了。这很快，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比例尺嘛，对吧？你说以前如果是这个现在中国到欧洲有中欧班列，中欧班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25天。其实也蛮快的。好，那但是传统的航线呢？传统航线你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嘛？那苏伊士运河呢要40天，现在它的这个北极航线呢只要18天。那如果说你再绕更远一点你再往下绕到那个非洲好望角去的话，你要50天。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北极航线，哎呦，现在真的很快可以让这个中国的东西很快的送到欧洲来不要经过那个
你知道美国在掌握的什么这个苏伊士运河等等啊，那些都是这个西方国家联盟，我就是绕过它，我往北去，你们都别管我哈。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已经正式开通，它预计呢在10月11号会抵达英国，到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看看到底开得顺不顺利啊，有没有在北极看到极光啊？这不是重点。好，那继续我们就来看看最近《经济学人》呢，他特别写了一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关税呢这个关税战打了5个月以来，到底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有没有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他写了一篇报道。那这篇报道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它里头的看法哦。经济学人呢是英国的，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公信力的一个这个经济的媒体哦。好，那他就讲了，他说中国呢，不管这个美国怎么样的这个用关税或者是用贸易战，但目前为止，中国它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强国，没人可以跟它相比拼的哦。它的一个这个中国制造业制造出来是全世界的占比是30%，30%呢，你会说啊，那也不到1/3。好，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这个比例哦，30%是什么概念？就是美国加德国，再加日本，再加韩国，通通加起来的总和也没有30%，所以呢，你大概就可以很好的理解说这30%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概念。好，那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制造业大国，你要用关税，你要用一个这个贸易战的方式去阻挡它的一个发展，其实并不容易。而且呢，其实有非常多在过去全球化当中已经发展出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原物料，比如说一些供应链的，你很难现在就一刀切，完全说大家再也不用中国，那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呢，他又说，现在中国呢，它的一个这个制造业啊成熟的状况，再加上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通缩，互相打这个内卷的价格战，都让中国的商品变得更加的物美价廉。所以呢，你说以一个经济或者是商业的角度来看，你有办法去忍住，如果你是一个想赚钱的生意人，你有办法忍住说，我就是因为我的政治倾向，我就再也不买中国这个物美价廉、便宜的很好，会让我赚大钱的商品吗？你说这个要生意人都像川普所说，我非常有爱国心，我再也不用中国货。很难，因为它的东西呢，的确就是做的又好又便宜。好，那再来一个呢，就是近来你看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美国好像在走当年中国的老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讲贸易战的时候，川普是怎么样指责中国，说你价格补贴，说你这个公私不分，你这个政府入股这些商业的一个企业，然后呢，你用这个背后是国家力量，然后出来跟大家做生意，你这样不公平。但现在川普在做什么事？他是不是入股了英特尔？那你不是在做一样的事吗？所以呢，在中国人的眼光当中会看来就说，那美国也在做当年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做的没有错啊。所以呢，这好像是一个感觉是对的吧？不然你川普干嘛学呢？好，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就看到了中国持续在往这样的一个方向走哦。有一个中国学者这样讲，他认为美国现在犯了一个大错。什么大错？从贸易战到这次的关税战，他把中国沉睡的巨龙唤醒了。你把它唤醒了之后，现在的中国呢，已经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要迈向这个科技技术自主，然后要迈向希望呢可以找到美国以外的更多的出口市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好，你既然让中国已经有意识到我要这样做，恐怕接下来美国很难拦住中国要继续发展这些所谓中国认为可长可久的一个发展道路。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人》的这一篇，它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或许川普说他要让这个 American Great Again， 然后呢，他找出的解方是说他要找回美国的黄金制造业的年代。但是如果有一天川普真的达到他的梦想，他把美国打造成了一个黄金的制造业的年代，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因为在过去的年代当中，你所有的制造业，你要能够变成一个黄金年代，你的背后绝对少不了中国企业的支持，中国供应链的一些供应，还有中国的原物料，你这是完全绕不开的。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心目中的梦想
可能要靠中国人。我不晓得这一点他有没有想到过了哦。这个是《经济学人》最后的结论，那今天给大家参考喽。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关于这个关税5个月来中国到底面临到了什么样的冲击，还是他找到了另外一扇门呢？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